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看到我拿着30天打造超级人脉或者如何赚取第一桶金这一类书在看，你会怎么看我？一、爱看书的文艺青年；二、无知又贪婪的傻叉。请把你的选项打在公屏上。我敢肯定，所有的小伙伴都会选择二。当然了，我也能肯定我不会看这些书，因为这些突出个例、强调方法简单易行的成功学书籍，一般没有什么学术价值，而且还侧面暗示了读者是个什么样的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万维刚老师在《万万没想到：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》这本书提到，很多励志书籍的问题在于，他们或者是某个成功人士的个人感悟，或者是某个记者搜集的八卦轶事，甚至是某个作家臆想出来的心灵鸡汤，他们都不是科学理论。比如在个人传记里，成功人士往往突出自己的传奇经历和个人魅力；再比如心灵鸡汤，往往体现主人公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是个好人。但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可复制和可检验的，咱们没法判断。有可能他们没透露关键原因，也有可能只是运气好，对吧？举个例子，很多心灵鸡汤提到，能成大事的人都是有修养的，或者道德决定成就，然后再配上某个成功人士的案例，如何善待宾客佣人，去饭店吃饭有多礼貌，所以才有现在的大业。意思就是道德和成就有强相关性。我一想，身边的一些精英确实温文尔雅、谦逊有礼，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不成功是因为思想道德有问题。后来看了一篇论文，美国心理学家帕克比胡做了7项研究，比如在没有交通管制的街道，富人和普通人谁的违章次数更多，比如自主购物时，富人和普通人谁会少付钱。研究结束后，他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，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，富人的道德水准比普通人还低。当然，这种一棒子打死的结论不太能被学术界认可，不过大家一致的看法是，道德跟财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。一些励志类书籍和所谓的成功学大师恰好犯了类似的毛病。首先是把成功个例说成是成功现象，这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，意思是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做，100%都能成功，但你让他们再来一次，他们也未必能复制之前的成就。其次会放大一些次要原因的重要性，比如说自己成功是因为雷厉风行、敢想敢做，但也有很多成功人士谨慎行事，甚至有些懒惰和拖延。就像咱们之前提到的陈大年，公司不断减少业务，而且从不加班，睡到自然醒，业绩依然持续增长。最后一些所谓的成功学大师为了包装自己，还会制造一些假大空的噱头，什么背叛我的我给100万，跟着我的那么就挣1个亿了，最后还听懂大声。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励志，也就是张三的理论必须具有普遍意义，他的成功才可以被复制。研究成功跟研究其他理论一样，要想知道什么品质对成功最重要，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和统计。咱们得把所有可能有用的品质列举出来，找很多人进行测试，看看每个人都有什么品质，然后再看看哪些人是成功者。有了这些数据之后，只要观察那些成功者有而不成功者又没有的品质，我们就能推断决定成功的品质可能是什么了。现在也有一些科学的励志书籍，不再是依赖名人轶事，而是通过实验和统计。这些书理论的背后都有严肃的学术论文作为依据，他们是几十年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进步的结果。有一项研究，他对大学生的30多项品质进行了统计，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对学习成绩几乎没有影响。有的人内向，有的人外向，有的人幽默，有的人严肃，这些人学习的好坏纯属偶然，而真正决定成绩好坏的因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自控，就是能管住自己，该上课上课，该写作业写作业，少刷手机多看书。统计表明，想要预测一个学生的大学成绩，自控能力甚至是比智商和入学成绩更好的指标。不但大学生如此，在职场上也是自控能力强的人表现更好，他们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更不容易出现偏执和抑郁之类的心理问题。研究者普遍认为，排除智力因素，不管你心目中的成功是个人成就、家庭幸福还是人际关系，最能决定成功的只有自控。自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控力、意志力。那意志力到底是什么呢？什么决定了意志力的高低呢？科学家们很早就对意志力感兴趣了。社会心理学家鲍麦斯特也是《意志力》一书的作者，他让一群学生饿着肚子来到实验室，然后随机的分成3组做几何题，学生们都以为是测试自己的智力，但实际上这些几何题都是无解的。实验者是想看看他们能坚持多久才放弃。控制组的学生直接做题，平均每人坚持了20分钟。另外2组做题之前被送上巧克力饼干和萝卜，实验人员告诉第一组随便吃，但要求第2组只能吃萝卜。咱们可以想一下，你饿着肚子，面对刚烤好的饼干不能吃，得需要多强大的意志力才能抵挡住诱惑只吃萝卜，对吧？吃完之后开始做题，饼干组坚持了20分钟，而萝卜组只坚持了8分钟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坚持做题的意志力在抵挡饼干的时候被消耗掉了。所以意志力就像肌肉力量一样，是有限的，而且会被不断消耗，用完就得停下来歇一歇。鲍麦斯特把人们调节自己的思想、感受和行为的能力不断减弱的过程称为自我损耗。随着自我损耗，人的意志力会不断降低，渴望会不断加强。这也解释了一些有趣的现象，那些总是按时交作业的学生反而经常穿脏袜子。每到期末考试之前，学生们更容易吸烟，不注意饮食和个人卫生。意志力既然能消耗，理论上就能补充，对吧？搞清楚驱动意志力的能量是什么，存在于身体的哪些部位，是不是就能像喝水一样补充意志力了？
还是鲍麦斯特，在一次实验中，他偶然发现给实验对象喝一点含糖的饮料，比如果汁，他们的意志力就会增加。因此他推断人的意志力能量来自于血液中的葡萄糖，这就跟肌肉力量或者免疫系统一样，消耗的能量都来自于葡萄糖。虽然葡萄糖本身并不能进入大脑，但它能转化成神经递质，神经递质是脑细胞用来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，用完了神经递质，大脑就停止思考了。你可能会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多吃点含糖高的食物，意志力不就高一些吗？短期的话确实是这样。鲍麦斯特提到，你可以补充糖来应对短期的挑战，比如一项考试，或者戒烟的时候烟瘾上来了。但长期的话，因为身体几乎把所有种类的食物都转换成葡萄糖，只是转化速度不一样。转化快的食物血糖指数高，如果以这些食物为主，葡萄糖会在饭后迅速上升又迅速下降，结果就导致经常缺乏葡萄糖，进而缺乏自控力。除了葡萄糖之外，我们还能从2个方向提高意志力。减少自我损耗可以通过下面5个方法来改善。1. 主观认知，就是你对一件事的认可和价值判断。比如说你喜欢学习，觉得学习对你有意义，那自我损耗就低，这也直接影响学习的质量和效率。相反，你不喜欢学习，你就会觉得学习很累，一上课就犯困。所以要想做好一件事儿，先给它赋予价值，让自己喜欢上它。2. 选择决策，做选择会损耗意志力，意志力降低又会影响你做决策的能力，这叫做决策疲劳。早上穿什么衣服，中午吃什么饭，这些都会损耗意志力。所以你看很多大佬，比如乔布斯，常年黑 T 恤牛仔裤。所以成年人嘛，从来不做选择，对吧？我全都要。3. 习惯，像刷牙洗脸这种日常习惯是不会产生自我损耗的。所以如果能把需要自我控制的事情变成习惯，你就像开挂一样。我们看很多自律的大神，怎么能做到5点起床跑步，不刷手机只看书，晚上从不熬夜，其实都是形成了习惯。培养习惯可以参考咱们之前提到的掌控习惯4步模型。4. 动机，如果你做一件事不那么在乎结果，只是做，就不会损耗意志力。相反，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很重要，就会对你产生压力，需要自我控制和调节，自我损耗就很明显。所以有时候动机不明确反而是一件好事。5. 亲密关系，好的亲密关系会让你有归属感和安全感，也能减少自我损耗。爱人的一个拥抱，家人的一句问候，都有积极作用。肌肉力量能锻炼，同样意志力也能通过训练来加强。前2点是调整习惯和自我监控。之所以一起说是因为他们是通过一个实验得出来的结论。研究者把一群大学生带到实验室，先测评了一次意志力基线值，然后让第一组回家后2周内注意身姿，一想到身姿就要努力站直或者坐直，因为咱们放松的话，身姿都会比较懒散，葛优躺或者翘个2郎腿还不停地抖，这样做就是强迫他们损耗意志力。第2组是自我监控，记下来自己每天吃的任何东西，不用改变习惯，就是单纯的记录。第3组是调节情绪，就是努力保持乐观和好心情。2周后，3种人员回来再次测试意志力。本来研究人员觉得第3组效果最好，但结果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是前2组的意志力得到了明显提升，特别是第1组效果最佳。所以试着改变一些慵懒的习惯，注意身姿，注意口语，如果再加上记录每天改变的次数和时间，效果就更明显了。第3点是改变某一方面的自控力，可以提升所有方面的自控力。在另一项实验中，心理学家找来3组学生，他们分别想提高自己的学习、省钱和健身能力。结果通过一段时间内，在实验室对着屏幕锻炼注意力来提高意志力后，他们不但各自想提高的能力提高了，而且还顺带提高了其他2个能力。也就是说，意志力是一种通用资源，训练一个点受益整个面。训练注意力的方法，咱们之前提到冥想，每天坚持10分钟左右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科学的励志并不是看成功学书籍，也不是给自己打鸡血，而是通过提高已经被验证了对自己有帮助的特质，意志力就是其中之一。但出于科学的严谨性，意志力对一个人成功的帮助有多大，还没有实验数据来量化，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，它可以让我们慢慢变好，比别人好一点。其实这就足够了，对吧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